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施小伟的军武大观，我是施小伟。每周二晚上8点啊，请荧幕前的观众朋友要我们订阅、按赞、分享、开小铃铛，这就叫阿邦斗内啦。今天我在哪里？我今天在2025年台北国际航太暨国防工业展的国防馆大门口。在我后面大家就可以看到雄壮威武的 M1A2T 坦克。M1A2T 坦克是国军最新接装的一款陆上主要装备。那这款主战车呢，它跟过去国军传统的战车相比，它最大的特色是装备了120滑膛主炮。它并不是用105的线膛主炮，而是用120的滑膛主炮，因此它本身的火炮的这个攻击能力更比过去的105炮更强，而且它是用燃气涡轮引擎作为动力，也就是说它本身车子的动力来源是装在车身后方的一个小的喷射发动机，然后呢让它的这个动力能够快速的借由齿轮箱传动到路轮上，然后让这个车其实在路上可以跑到大概6到70公里的这样的高速，速度非常的快。M1A2T 主战车上方它是一个遥控枪塔，遥控枪塔之外呢，它其实上面还包含有 EO 跟 IR， 也就是光电跟这个红外线的这样一个目标侦搜设备，所以你可以看到它上面有一个非常大的类似像那个电眼这样一个装置，它本身可以提供可见光还有红外线的影像的这个搜诊。M1A2T 主要是应对大陆的主战车，例如像99B或者他们现在新开发的新型的中型主战车等等。也就是说，当对岸的这个战车上来之后呢，我们才有可以跟对方放手一拼的这样一个主战车的力量。也就是说，今天 M1A2T 对于国军来说，其实它最大的意义是让我们在地面装备上能够有和大陆现在一线装备一拼的这样一个能力的装备在这边。那在我旁边呢，也就是我的右手边，各位观众的这个左边，我们可以看到陆剑2陆剑2其实是国军依照天剑2型防空飞弹把它修改借由陆上这个发射车来进行发射。这个发射车你看它一台有4枚的这个陆剑2的这样一个飞弹配置。那当然陆剑2是由天剑2改来的，天剑2本身它的这个射程超过100公里，但是由于它是从地面发射，的话它本身由于初速为0，再加上还需要爬升，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陆剑2的这个射程跟天剑2相比，射程会大幅缩短。但本身它是一个所谓的点防空的防空武器，也就是说，它是作为这个要点防空，或是部队在机动作业的时候呢，如果遭到敌方空中攻击，那这个时候可以迅速的借由陆剑2的移动以及前往目标，经由快速部署之后呢，来进行一个防空作战。这款飞弹基本上是针对这个共军的，比如说低空的战斗直升机，或者是较为中型的这种侦搜的无人机，也就是说它本身是具有由这个雷达进行侦搜之后呢，指挥飞弹进行一个主动的攻击。它本身飞弹上方有这个主动巡标器，但是在发射之前还是要仰赖地面提供足够的这个战情资讯。我们现在是看到这个托式飞弹发射器。那以这个托式飞弹来讲，过去我们的这个托式飞弹是采用光纤导引，但是这款托 2B 的这个飞弹呢，它本身是用这个雷射，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它上方有一个雷射的这个标定器，它借由这个雷射发射之后呢，借由这个雷射的回波，让这个托 2B 的飞弹可以依照这个雷射光的反射，然后直接飞向目标，而不用再像过去的这个托式飞弹，因为过去托式飞弹这个托它本身就是用线传控制的这个飞弹，那它本身现在不是用这个线传控制，而是要采用这个雷射光波，所以让它的攻击的精准性以及本身在发射以后车辆的生存性都可以大幅的提高。现在在我身后呢是 HIMARS 飞弹发射车这款它是高机动的这个战场多管火箭。其实以多管火箭来讲，这个地球上搞多管火箭过去最把它大量使用在战场中呢是苏联的红军。那中国大陆本身其实在这个多管火箭上也有相当的数量。以西方来讲，美国这款 HIMARS 的这个火箭发射车呢，其实是让美军也具备了这种多管火箭发射能力，但是美国的这种多管火箭相对来说它还具备这个精准导引性。另外，其实你看到它这个本身发射器来说的话，它还可以整合也就是 Precise Strike Missile 精准导引飞弹，以及现在的 ATMCS 也就是炮兵飞弹的这样一个攻击。那炮兵飞弹它大概具有300公里的射程。那如果未来能够换装，美方能够同意出售这个精准导引飞弹，也就是 Precise Strike Missile 给我们的话，它的一台车呢就可以装到2枚。那以 ATMCS 的话，它一台车是可以装置1枚。那火箭弹是装6枚，精准导引飞弹可以装置2枚。这个是未来这个火力能够提升的前景跟愿景。那我身后呢就是云豹所衍生型的这个猎豹驱逐车，它这台是属于第3样车。第3样车跟过去 D1 跟 D2 样车最不一样的部分呢是它的轮架。
它换了这个云豹2代的这个轮架。那过去云豹1代轮架它是前面4个是可以作为转向的。那云豹2代的这个底盘呢，它一共前面有6个轮子都可以拿来作为转弯的主轮。另外，它也将这个车身降低了30公分，因此让它的车高也比原先D1 跟 D2 样车的车高呢降低了大约30公分左右。那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一个遥控枪塔，那遥控枪塔本身也是由 I/O 跟 ER 电子光学，还有包含红外线。那它现在装的是50机枪，其实未来它有可能会整个30公里慢速的这样的练炮，因为现在这个西方的这个主流做法已经是将低航压的30公里练炮用来取代传统的50机枪，作为这一类的这个车辆一个辅助兵器。因为以30练炮的毁伤性跟穿透性来相比的话，都会比这个50机枪要好很多。那像这款云豹车，它因为上面本身的主炮是105公里的主炮，未来的市场呢，主要是要来换装我们这个联兵旅里面的部分的装麒麟，还有另外，其实像以现在台湾来说，原本配备 M41D 的这种离外岛的这些原本的这种中型战车呢，也是计划未来将要由这款猎豹驱逐车来加以替换。猎豹驱逐车因为它具有105公里主炮，那你原来的这个 M41D 等等大概只有90公里主炮，在火力上来说是大幅的提升。你看到这个是2.75寸的车载炮塔系统也就是说它上面是带了一个2.75寸的正海火箭弹。那它本身就是用一个类似商规的皮卡车，其实它的优点呢就是可以在离外岛或甚至于像东沙这样的地方快速部署。而且像比如说东沙、南沙这一类的离外岛，它有一个问题是它可能本身是很多的沙滩，你并没有办法能够长期设置一个固定的这个正海火箭弹发射基座。那但你可能可以先处理一个类似像铺一个混凝土的这样的射击基点，然后当需要作业的时候呢，它可以迅速由这个岛上的掩体开出来，到达这个发射的位置以后，发射它的这个正海火箭弹。以正海火箭弹来讲它其实有效射程达到8公里。8公里的意义代表哪里？因为我们知道，像过去海权时代，领海是以3海里来算，3海里是那种8寸炮能打到的距离，8寸炮3海里大概其实大概5点多公里，但是这个正海火箭弹已经能够打到8公里，也就是说，这个正海火箭弹如果部署到类似像东沙南沙这样的这个岛屿的话，它本身所配附的这样的射程跟它的火力涵盖面，因为你看。以这个正海火箭弹来说，一小管大概就有7枚的这样的弹，然后一个弹组来说，它有相当多的火箭弹的这个发配量，而且它一次发射可以形成一个大范围的这样火力杀伤面积。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当攻击军要对你类似像东沙或南沙，或甚至于其他的离外岛要进行这样的突袭任务的时候，碰到像这样的借由这个2.75寸火箭搭配的这个正海火箭弹，其实对于反敌方岛屿快速登陆突袭的这样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设备。而且你可以看到它上面还有 EOIR， 也就是我们讲到的光学跟这个红外线。另外，其实如果你搭配雷射的话，以像现在国外来说，2.75寸的火箭也有这种雷射导引的这样的导引头。那你借由这种精准导引头装到这种雷射导引火箭上的话，那这时候你发射准确度就可以大幅提升。你不用一口气把所有的火箭弹通射光，但是你每射1枚出去就可以精准命中目标。那这个时候你的效益会比原先这个部署在岸上的火炮或是其他非导引的武器要更好。这个本身是它的这个控制的模组控制单元模组。对，那这个控制单元模组它就会在控制的时候呢，告诉你的目标、你的距离，你去经过计算之后，然后透过它另外上面受到 EOIR 的资讯来对目标进行瞄准。另外，这个有一个特色是，它其实可以做远端遥控，也就是说，它人可以躲在掩体里面，战情中心可能跟发射单元有距离5到10公里远，然后进行遥控发射，24小时之内日夜兼征，而且呢可以随时随地传到战情中心内。好，这次我们看到，其实中科院在整个国防馆的展馆里面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字，叫做 Anduril。Anduril 其实是一家美国的这个 AI 搭配武器系统的一个公司。然后那这个公司它生产的这款这个叫梭鱼500的这个低成本巡弋飞弹。那以目前中科院希望能够跟 Anduril 公司合作，能够把成本压到650万台币以下。为什么需要这种东西呢？一个很大的原因如果说今天你对岸进行这个源头打击或火力压制的时候，你可能有很高阶的这个雄21，但是雄21它价格非常昂贵，一颗上亿台币，你打了两颗出去，其实对敌方来讲非常容易进行拦截。那这个如果说敌方很容易拦截你的话，那你这时候你效益不大。但是如果说你在发射攻击的时候打2颗雄2，然后搭配20颗这样一个低成本的梭鱼500跟 Anduril 合作的这款飞弹的话，那这时候你有可能饱和到对方的防空拦截系统。也就是说，对方看到你有那么多颗飞弹的时候，他不晓得到底要哪个先打哪个后打。如果说你能够让这个雄21跟梭鱼500的速度接近的话，那大家双方就可以形成一个弹海这样飞过去。那对于对方来说，他如果要把这个雄21加上 Anduril 通通打掉，他就要把你说20-30颗通通打光才有办法。在这个时候，对于对方的作战系统来说，会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所以今天这个低成本的巡弋飞弹，并不代表就是说它一颗能够命中目标，而是它用大量发射夹杂着我们高性能的巡弋飞弹或是高速的巡弋飞弹，然后达成异地一时，但是同时抵达目标，它可以尽量的去饱和对方的防空系统，达成你的战术目的。
各位观众，现在我的身后就是这一次国防展中最大的焦点之一天弓4型防空飞弹。天弓4型防空飞弹它本身呢，它是强攻计划下的一个弹的部分。强攻计划包含2个部分，一个包含我们身后的这个 S 波段的搜索雷达，还有以及这个强攻飞弹这个本体。强攻飞弹我们看到它本身的这样的设计它的弹体它是一个双节的火箭，从第一节你可以看到这个类似像玻璃纤维这样的一个部分，它本身呢从下方到红棕色这个部分呢，下方呢它是第一节的火箭。第一节火箭呢，它是在飞弹发射后，迅速的将它推升至大概距离地面50公里的空中，大约到50或是50公里左右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飞弹跟第一节火箭就会燃烧殆尽，并且脱落。然后紧接着由第2节的这个火箭再度加速让它能够继续向上爬升，所以它最低的拦截高度以这个飞弹来说，大概在70公里上下。那为什么说你今天需要一个70公里上下的飞弹进行拦截呢？因为我们今天如果说以对岸如果对我们发射大量的战区弹道飞弹甚至有可能是中程弹道飞弹来的话，那这时候它本身弹道飞弹在经过地球轨道段的运行之后，它要进行重返大气的这个阶段呢，它大概会是离地面约100公里上下开始重新进入攻击的这个阶段。那100公里的时候，以美国来说，现在有这种所谓的萨德系统 THAAD， 然后呢，另外像这个以色列，它也开发了剑3，所以从 THAAD 到剑3，这个时候是大概是萨德战区弹道飞弹防御系统高空层部分开始进行拦截。那我们的话，我们现有的这个系统呢是爱国者，爱国者其实可以拦截的高度并不高，大概是20公里到35公里这样一个区间。那也就是说，美方的这个作战概念，它的战区弹道飞弹拦截网里面，它会让它的这个飞弹拦截从大约100公里由 SAD 开始拦，然后呢，如果 SAD 没有拦完的，再到30公里上下由爱3开始拦。那我们变成说，所有的资源都要从爱3开始拦的话，那对于我们来讲，没拦到的这个几率相对就比美国大一些。那在这个情况下，好，现在公式就补足了我们这一块 SAD 的这个能够代表的定位在里面，也就是我们大约可以在地面70公里左右就可以进行第一波拦截。而且虽然说我们看到它这个飞弹本身上面有弹翼，也就是说它还是在大概距离地面70公里以下呢，可以用气动力操控。但是如果说今天这个飞弹第2级的这个火箭里面呢，它本身具有这个所谓的向量推力的话，那这时候其实它再高升，还可以借由它的向量推力去改变飞行的拦截方向。所以从它拦截的影片来说，它可能如果是要在70公里上拦截，至少它必须要同时具有2个能力，一个是气动力的这个转向，你可以看到飞弹有控制翼；另外就是所谓的降量喷嘴，可以让飞弹在高空中继续快速转向。其实即便快速转向，这个飞弹在拦截的时候呢，它的速度已经非常快，大概可以达到音速的4倍以上。因为通常你应对敌方的这个飞弹8马赫的音速，然后再加上你的这个飞弹4倍的这个音速，加起来其实双方是一个12倍的音速在空中进行这个计算跟拦截。所以以这个飞弹来讲，它跟这个以色列的 Arrow 2来相比的话，它的弹头部也是作战部比较大，所以它可能是用包含了进阶引信，或者是用红外线引导碰炸，这2种可能性都有。那至于强攻的这个第1节弹机你看大概差不多我一个人这样合围的话，大概差不多90公分一定有，它有足够的燃料能够让它从地面发射推到至少离地面50公里的空中。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强攻计划中的主动相位阵列雷达的这个部分也就是我们所称的所谓的 ISA 雷达。那这个 ISA 雷达，你可以看到它本身这个天线大小，其实跟过去的长白天线会非常的接近。那我们看到它这边前面有一大一小天线，大的天线呢是属于 ISA 主动扫描的这个阵列天线，然后旁边这个长长的这个部分呢，它其实是所谓的 IFF 天线，也就是所谓敌我识别天线。那其实像这种主动相位阵列雷达或是被动相位阵列雷达，它自己本身雷达的部分是它能够借由上面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的雷达单元发射一个笔状的这个电波，然后到了这个天空之后接触到你的目标，能够对于这个目标的移动形成一个连续的这样的轨迹。因为以过去传统雷达，它可能要转一圈数秒钟转一次，也就1分钟转可能10来次，或甚至更多。那借由这样来做这个所谓的资料更新。但是主动相位雷达或被动相位阵列雷达，它的优点就是它可以借由这个笔状电波呢，可以让目标移动成为一个连续的影像。那这种雷达本身呢，我们刚刚讲到，既然是要能够拦截这个弹道飞弹的话，因此我们必须要有连续的这个连续波以及多个波数，然后才能够对敌方的这个弹道飞弹进行一个完整的以及它未来的这个方向的这样预测。这个 ISA 主动雷达的话，目前弦性应该是 S 波段，然后呢，它的这个雷达本身它现在本身由于是展示状态，所以相对来讲它的这个角度是比较朝向观众。但其实它本身有2个旋转机制一个是在它的这个雷达的这个轴的这个部分，它可以进行这样一个上下面的部分的调整。那另外呢，也可以依照它的这个车辆布放的方向以及威胁源呢，它可以做水平横向的转向的这样
的调整，让它能够找到敌方的这个飞弹，而且呢顺利的进行拦截。其实以长弓的雷达系统来说，它不仅仅是可以用来做弹道飞弹拦截，其实也可以作为防空拦截跟指挥，基本上都是可以的。所以整体来讲，这个强弓雷达系统的这个突破，可以算是我们中科院近年来在雷达科技上一个非常大幅的一个向前的跃进。当然，这个部分也许是我们获得的关键元件，也许也有可能是获得来自于境外的这个技术协助，都有可能。但不管怎么样，现在至少我们看到我们现在这个强弓的这个计划中，雷达的部分已经交出了一个新的还蛮不错的成绩单。其实这一次在国防展里面中科院跟 Anduril 合作之后展出了非常多款的各种的无人器。我们现在本身是在它一个水下侦测的一个无人载具，以及它一个无人小潜艇这边前面跟各位做一个总结性的这样一个说明。那其实这一次Anduril 跟中科院合作以后，其实你可以看到包含像这样的一个水下侦测系统，还有无人潜舰，以及旁边有一个无人艇，以及我们看到其实周边有非常多的包含自杀无人机，然后包含征收无人机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无人载具。那这些无人载具其实可以象征的是一个战场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样态也就是说，由于毕竟两岸之间虽然说目前在政治上的分歧点非常大，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排除对方用武力解决台海问题的话，那我们就必须要强化我们本身自身的这样的防卫能力。而这种不对称的作战之中，无人作战装备它本身需要的这个配比跟比重会更多。例如像我们刚刚讲到这种无人的这个水下侦测系统，你可以利用水下无人系统的航距，包含你可以利用 AI 让它自主航行，然后它征收了资讯以后，然后透过它接近水面，然后利用无线电回传，或者是它等到航行回到你的控制母舰的时候，将资料做一个下载，或者是采用这个声波在水中进行控制。那另外像比如说以这个自杀型人或者说是游荡弹药来说的话，你就可以把它发射出去以后，在空中进行长时间的滞空。当搜索到敌人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利用从空中对敌方的载台的这样一个自杀性的攻击，基本上它可以大幅降低你的人员跟对方直接面对面进行接战的这样的部分。因为以对方来讲，对方未来很有可能在第一波的时候用大量的这个无人的基建，或者说登陆的这个装备，无人的这种甲车等等，对我方进行攻击。那这个时候你用这个人去跟他进行对抗的话，那就是有点像这电影里面魔鬼终结者这样的一个情景就出现了。所以你人面对这种机器你会害怕，所以其实你用机器应对机器，相对来讲你可以让这个不对称性降到最低。整体来说我们看到这次中科院它在这一次的这个展场中展示了相当多可预见未来的会用到相当多无人设备。另外其实还有包含很重要的就是无人系统的干扰设备，也就是说你要透过如何能够有效的干扰敌方的无人机。因为无人机你如果说你用硬杀的方式去攻击对方的话，你可能需要的这个弹药或者是飞弹的数量会非常庞大。那你如果能够有效的运用无人机的这种干扰系统，利用这个电磁波或是更强烈的这样的电波，或甚至也有用镭射去将敌方的无人机进行烧穿或是攻击的话，相对来说会大幅降低你应对敌方无人机的成本。那同样的自杀的这种游荡弹药也可以让敌方在攻击的时候必须实时防范你在空中可能的这个游荡弹药的攻击。所以整体来讲无人的这种系统是未来两岸之中如果万一真的最后兵戎相见，可能第一波这种无人系统不但它要有足够的无人系统，而且我们的储备数量要足够面对这个未来如果真正军事状况发生的时候，它的这个持续消耗，那这个时候无人系统所需要具备的数量会非常庞大。我们今天介绍的国防馆，下一集我们会针对整个国防展中非常具有高价值为各位做经典重点的介绍。如果您关心台湾的未来，欢迎留言分享您的看法，别忘了订阅频道，加入会员，掌握第一线的国防情报与分析。感谢您收看本节节目，我们下周晚上8点再见。